鲁班书。鲁班是中国古代最为传奇的工匠，他观草，发明了锯子，创造出能够飞上天空的器物，发明不计其数。他在建筑方面的天赋以及他的成就，很多人都把他称作中国工匠的始祖。听到这儿啊，可能大部分人就觉得这鲁班就是一个木匠。但是你知道吗？他曾经写过一本诡异的书，这本书在历朝历代都被认定为禁书，这就是鲁班书。鲁班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记载的是鲁班的发明，鲁班发明的许多东西至今都还有人用，比如说曲尺、墨斗、刨子等等。凡是做木匠的、做工程的，都基本上用过这些东西。即便现在没用，也有很多现代化工具的制造发明是根据这些老物件的基础构思出来的。所以啊，鲁班对现代化的工程建筑创造发明同样是功不可没。可是这下册却是匪夷所思，因为鲁班书的下册记载的是人如何跟阴间交流的一些方法，甚至于还有一些咒语，据说极为灵验。今天我们这故事啊，就从这本鲁班书开始。我叫王凡，1990年出生。我出生在一个木匠世家，我的爷爷、父亲全都是木匠。我妈因为难产去世了，因此啊，我从小就跟奶奶一起生活。虽说是地处偏僻的农村，但是我那家境不算贫瘠。在80年代，这木匠是个非常赚钱的职业。我的爷爷更是10里8乡有名的木匠，他打出来的东西受到普遍的欢迎。在那个时代，大家都会准备木料，然后请木匠来家里做工。木匠大部分时间是收钱的，这如果木料珍贵，也会要木料。在我的童年里，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跟小伙伴玩耍，玩累了就回到家里，奶奶已经给我做好饭了。在我家有一个鲁班的木头雕像，每逢15，爷爷父亲都会过去祭拜。但是我每次要祭拜的时候，他们就会狠狠地训斥我一顿。我也不知道这木头雕像是谁，但是爷爷告诉我，这就是他的祖师爷鲁班。除此之外，在木头雕像的下面还压着一本书，我就很好奇，曾经拿起过这本书，可每次被发现后都被大惊失色的奶奶痛骂一顿。她告诉我呀，这本书很危险，看了它的人都没什么好下场。我当时就天真的问奶奶，那为什么不烧了它呢？奶奶摇摇头，抚摸着这本书说，这个呀，这是你太爷爷留下的，烧不得。但是啊，这本书你不能看，我们也不能看。为什么呀？因为啊，你太爷爷就是看了这本书才死的。我当时大惊失色，每次都躲得这雕像远远的。直到我10岁的时候，我这才好奇地询问，奶奶叹了一口气，告诉我当年发生的事儿。原来这本鲁班书是下册，鲁班书上册在世上广为流传，可是这下册在世上只有几本。作为木匠世家，爷爷父亲学的都是上册，至于这下册呀，虽然被流传下来，却定下一个奇怪的规矩，想要看下册，那就必须先有儿子才行。我不太理解这个规矩，询问这是什么原因呢？奶奶摇摇头，
表示他也不知道。那么太爷爷是怎么死的呢？关于他的死，更是被笼罩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据说抗战的时候，黄河决堤，大水倾盆而下，当时死伤无数，造成难以想象的伤亡。大灾过后就是大疫，当时更是恶腐遍地。我们村虽然距离黄河较远，但是也成了黄泛区。不仅如此，黄河滚滚而下，依然波及到我们的村子。当时的河水途经我们村，我们村子半数的土地都被冲垮。可诡异的是我们村竟然无一伤亡。原来太爷爷几天前就把人们转移到山上，让他们不被洪水影响。发洪水前，大家对于太爷爷的行为也不支持，太爷爷就不顾太奶奶反对，拿出家里的大半钱粮，这才让村里人跟着他上山避一避。于是这村里人阴差阳错躲过这场浩劫。这件事以后，村里人就把太爷爷当成神仙一样，认为他会法术，能预知未来。可是太爷爷却摇摇头，表示自己就是一个木匠。后来周围10里8乡的就闹起了瘟疫，死了不少的人。太爷爷听说后马上搜集草药，然后煮起汤药免费送给得病的人。得病的人喝完汤药之后马上就好了。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10里8村就都知道有太爷爷这么一个神人。更有人说太爷爷就是诸葛亮转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就连医药卜算都是十分的精通。太爷爷只是微微一笑，什么都没说。只是几天之后，太爷爷就死在自己床上，无病无灾就这么去世了。当时就有人说太爷爷这是泄露天机，所以受到天谴。也有人说太爷爷救了那些人，就要代替他们去死。但是只有爷爷知道，太爷爷根本就没什么本事，他就是一个木匠。他那些本事都是从鲁班书下册这里边学到的。太爷爷从来不跟爷爷讲鲁班书的内容，可是爷爷知道这鲁班书是一本奇书，这下册里记载着很多的医药、法术以及巫蛊之术。不过偷看鲁班书的人是没几个有好下场的。打那之后爷爷就小心地把鲁班书收藏起来，不敢再看了。他曾经告诉奶奶说，这鲁班书有一个可怕的诅咒，这诅咒已经延续几千年了。相传鲁班人至中年，被官府征去修宫殿，这一去就是几年。因为长久不能跟妻子见面，过于想念，于是按照鲁班书中的方法制作了一个木鹤，飞到老家将妻子接过来，这样才缓解了想念妻子之苦。可是后来在一次将妻子接来的路上，这木鹤突然坠毁了，妻子也是因此丧命。原来就是鲁班书被人偷偷拿去观看，起了歹心，有2页纸被人撕走，那2页上边记载的就是木鹤的制作方法。鲁班查明原因后追悔莫及，呕血不止，于是含血喷在鲁班书上，下了一个恶毒的诅咒。凡是学这本书的人，鳏寡孤独残必占其一，否则无法学习。于是鲁班书得到另一个别称，缺一门。在农村这木匠是一个光鲜的职业，家家户户都用得着。而在我家有一个很高的门槛儿，这是我太爷爷修的，每次我回到家里都必须越过那道高高的门槛。因为我是小孩子，这风风火火走得着急，好几次都因为门槛被绊倒，
磕掉好几颗的牙齿。爷爷做工回来之后，我就哭着扑在爷爷怀中，让他把这门槛拆掉。爷爷笑着说呀：这门槛啊可不能拆呀，这是你太爷爷修的。告诉你啊，这东西它可是个宝贝，当年要不是他呀，你奶奶早就没了。这我当然不信呐，爷爷为了哄我，就跟我讲了一个故事。这个门槛是太爷爷修的，修的时候他特别叮嘱了，除非这门槛破了，否则不能拆下来。这个高高的门槛就经常绊倒进屋的客人，每次客人绊倒后都会抱怨：哎呦呵，你家这门槛这也修得太高了吧，弄得爷爷尴尬无比。一来二去，爷爷就也想把这门槛给换掉，只是正准备动手的时候，奶奶却出事儿了。她去村里的河边洗衣服，却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放下衣服，就像疯子一样在村子里奔跑起来。她一边奔跑还一边发出阴森的笑容，这让村里的人都害怕了。可是奶奶却跑向王老二家里，指着王老二就破口大骂，说他不孝顺，不给自己吃好饭，还让他住牛棚。一阵的数落，把王老二骂得抬不起头来。周围人却看出门道来了，奶奶说话这语气怎么看都像是王老二死去7天的老娘。周围人急忙劝说呀：哎呦，知道了，都知道了。他知道错了，好歹是你儿子，你可快点走吧，人家跟你非亲非故的，你别祸害人家呀。可是奶奶就是不走，对着王老二就挠啊。王老二也不敢反抗，捂着脸大声的惨叫。爷爷在这个时候赶了过来，他抓住奶奶的腰就要往回拖，奶奶自然是不答应啊，大呼小叫着。他反抗的力气很大，爷爷一个人也是毫无办法。到最后还是几个大小伙子把奶奶抬回家里。谁知道一进家门，奶奶突然就恢复清醒。爷爷觉得奇怪啊，忍不住询问。奶奶这时告诉大家，她正在洗衣服的时候遇到王老二他妈了。他妈倒是很慈祥，只是晃晃悠悠地走着，希望奶奶能把她送回家里。于是奶奶就准备把她送回家。之后的事儿啊，奶奶就记不住了，她只记得一回到家里，一越过门槛，顿时感觉自己就清醒了。王老二的母亲也是消失不见了。这件事儿当时在村子里闹得沸沸扬扬，爷爷不得已就说奶奶是犯了羊癫疯了，根本就没那档子事儿。可是从此之后，爷爷就把门槛视若珍宝，谁要是再敢踩在门槛上，他还会骂娘。我自然是不相信爷爷那些话呀，爷爷没反对，只是笑眯眯地告诉我，以后出去玩回来晚了，要是感觉背后有人跟着你，跨过这道门槛就没事了。我就信了这话。有一次啊，我出去玩回来晚了，就总感觉背后有人跟着我，我整个人身体发凉。等我踏过门槛后，这种感觉真的荡然无存。我心中暗暗称奇，从此对爷爷的话深信不疑。在我家里啊，到处都是老物件，这些老物件好多都是祖宗打的。爷爷把它们视若珍宝，动不动啊他就跟我说，这些有年头的东西都是有灵性的。比如祖传的太师椅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发出吱吱的声响，那就像是有人坐在上边。老柜子的柜门会自己打开。更让人惊奇的是，据说古玉会在下雨天化身成一位穿着青色衣服的美人。我小时候对这些传闻信以为真，
我经常观察我家里的太师椅，这果然夜深人静的时候，它就会自己动起来。我把这消息告诉奶奶，奶奶却搂着我笑着说：“傻孩子，椅子在院子里，这风一吹，能不响吗？你呀，你可别学你爷爷呀，好好学习，将来那才能有出息呢。”我这童年啊是很幸福的，不仅没有烦恼，爷爷经常会给我做玩具，各种木头做的玩具，却是巧夺天工，尤其是那把木剑，我就十分喜欢。当然，那后果就是村民的大白菜被我砍掉不少。结果呢，我被爷爷是狠狠打了一顿。2002年，我刚小学毕业，因为距离我家比较近，爷爷就赶着驴车来接我。回去的路上，我坐在驴车里，心情是格外的悠闲。爷爷，你跟我爹都是木匠，我以后也要当木匠。可谁知道爷爷听完我这话之后，顿时勃然大怒，狠狠地训斥我一顿。我就不甘示弱呀，那当木匠有什么不好啊？你们不也是木匠吗？屁话，我们跟你能一样吗？我当时要是有书读，那说什么也不当木匠啊。我跟他争执的结果，自然就是我被打了一顿。等父亲回来之后，听爷爷说起此事，我又被打了第二顿。这我知道，虽然他们口中为自己的手艺得意，可是内心里还是信奉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他们眼中，当木匠没什么了不起，可要是当大学生，那才叫了不起呢。平常爷爷都待在家里，隔三差五啊就会有人找他，不是打一件大衣柜，就是打一个桌子什么的。这在当时已经算得上大活了。当时经济条件不好，那家具全都是木匠一锤子一凿子给打出来的。当时我们那儿还没通电，可是木匠不需要这些，只是简单的锯子凿子，他们就能将一块木头经过加工制造出一件家具。而爷爷最令人称道的莫过于他的毛榫手艺。这毛榫啊，就是最令人惊叹的木匠手艺，整个过程严丝合缝，也不需要任何的钉子，只需要简单加工一下，就能将两块木头严丝合缝地嵌在一起。这样做出来的家具浑然一体，巧夺天工，就像是一个艺术品。为此啊，很多人专门找到爷爷定做这种毛榫椅子。想要做这种椅子，那是一件很麻烦的事，爷爷每次都得小心翼翼，不敢有丝毫的失手。做工间歇里，爷爷就会坐在地上抽一袋烟。如果我在旁边，他就会给我说一些大道理，说什么木匠活又脏又累，不是体面的工作。那我就问他，什么是体面啊？爷爷沉思一下说道：那大概就是受人尊敬吧。可是你很受人尊敬啊。这下爷爷也说不出话来，因为爷爷做工好，经常有人找他，大家对他的称呼都是异口同声的张师傅。爷爷每次都是点点头，提着袋子拎着工具出发，回来的时候他就会给我买一些糖葫芦，让我很是开心。在农村，木匠并不只跟木头打交道，每次有人盖了新房，上梁的话也得是爷爷负责。每次我看到他的时候啊，那都是满身的灰，可是他并不在乎。我读初中离家就比较远了，所以我只能周末回来。有一次回家，爷爷跟父亲就发生了我出生以来最大的争吵。父亲不想再干木匠了，这让爷爷急眼了。那晚啊，家里是一片混乱。爸，现在木匠不好干了，
人太多了，为了争夺木匠活，好多人都已经打起来了。咱们手艺好，还怕那个呀？不是，我们收费太高了，他们更想找便宜的。那要不咱把价格降下来？爷爷沉默一下，摇摇头说道：我就值这个价，谁说也不行。这场吵架最终不欢而散，后面找爷爷的人就越来越少了。一个是因为爷爷老了，已经干不动了，第二个就是爷爷的价格要比别人高。榫卯结构的家具，这不过就是图个新鲜，要用的话，这钉子螺丝还是方便，而且还便宜。越来越多的年轻木匠就代替了爷爷。爷爷不屑一顾，他就告诉我呀，手艺人到哪儿都饿不死。说着他还跟我讲述他逃荒的时候遇到奶奶，靠着手艺养活一家的故事，讲得津津有味。可谁知道呢，第二天奶奶哭着跟我说：哎呦，你爹走了，他还把鲁班书带走了。爷爷听到之后急忙去追，可是追出20多里山路，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坐上一辆大巴车。父亲留下一封信，他告诉爷爷自己不想学木匠了，那是爷爷逼他学的。他已经受够了，这一次他拿着鲁班书就是决心去外边闯一闯，等他发达了一定回来。看到我念出这信啊，爷爷懊恼地坐在门槛上，抽了一天的旱烟。后来他告诉我，他并不想逼迫父亲当木匠，只是当时家里太穷，又有太多人要养，所以只能如此。在那个年代，因为贫穷而失学的年轻人不计其数，他也是没有办法。这也是为什么他对我的学业盯得那么紧的原因。你爹肯定是完了，看了那本鲁班书的都没什么好下场。爷爷是红着眼睛说的，我却不信啊，蹲在旁边。兴许我爹学了上面的法术就发达了呢。爷爷摇头，一句话不说，只是沉默地抽着烟。我考上高中之后，爷爷依旧每天做木匠，每次看到他白发苍苍的样子，我就发自内心的难受。于是我努力学习，成绩优异，这让爷爷很是开心。他经常拿着我的卷子给工友们炫耀。不过他的苍老让他的动作变得迟缓，因此工友们并不喜欢跟他搭伙。爷爷也不在意，现在已经没人找他干活了，他就干脆去城里挂着一个牌子，蹲在一边等待着主顾的到来。虽然因为苍老，这基本上没有人选他，可是每次他知道我回来，依旧会装出满载而归的样子，每次都让我红了眼眶。家里的情况是每况愈下，我知道之后好几次要辍学打工，都被爷爷狠狠骂了一顿。干嘛？我又不是不能干活，你怕什么？好好上学去。爷爷骂了一句，口中却剧烈的咳嗽着，我就只能含泪继续上学。情况很快就发生转机，我爹竟然开始往家里寄钱，而且寄钱还不少，一次就是5000。这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了。奶奶也很高兴，可是爷爷却骂着：这钱别拿，这他妈都是害人的钱，拿了你就不怕遭报应啊。奶奶却是理直气壮地说：这是我孙子上大学用的，我一个老太婆怕什么报应啊。这下爷爷反倒沉默了，叹了一口气，他默默地抽着烟。夜晚我回来了，爷爷提了一句，然后还不忘警告我：
小子，我告诉你啊，你爹那肯定是在害人。你记住了，以后有钱一定得做好事儿，否则这钱花的不安稳啊。我忍不住就嘟囔，我爹说不定干的是好事儿呢。狗屁，他都看了鲁班书了，能干出什么好事儿来？那鲁班书上不是也有治病的办法吗？爷爷愣了一下，过了半天他慢悠悠地说道，你要真是这样，那就谢天谢地了。夜晚我睡得正香呢，就听到砰砰的声音，我就好奇地走下床，却看见爷爷正在鲁班像面前磕头。祖师爷保佑啊，一定得保佑我儿子走上正道啊。那本书上确实有不少的药方，他说不定能开个药铺，治个病救个人。保佑啊，千万保佑。我看着爷爷跪在地上不断的磕头，我愣住了，这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硬朗的爷爷竟然有这么软弱的一面。此后的几年里，父亲就会不断的寄钱，数额越来越大，爷爷就更不高兴了，经常给父亲打电话催他回来。不仅如此，他还要求父亲把那鲁班书还回来，可是父亲对此支支吾吾，这让爷爷每天都长吁短叹。奶奶就安慰他，哎呀，别担心了，你儿子好着呢，说不定这都当上大老板了。拉倒吧，就他那点本事，当什么大老板啊？借这么多钱回来，这肯定是在害人呐。这每次说到这儿爷爷都会剧烈的咳嗽，眼神充满着痛苦。我是不相信爷爷的话，我总觉得父亲不会害人。因为家里条件转好，我在学校里的生活也不错。只是有一天，我准备周末离开学校的时候，有一个男人叫住了我。这男人身体消瘦，面容憔悴，一副身患大病的样子。他目光看向我，脸色充满着复杂。你是谁？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啊？我警惕地看着他，总感觉他对我是不怀好意。这男人勉强一笑，我是你爸的朋友，这一次过来给你送东西的。是吗？这男人这时拿出一个护身符，这护身符是用布包裹的，通体是红色的，他就把这护身符递给了我。这就是你爹让我送他东西，他怕你出事儿，让你把这护身符戴在脖子上。你可必须一直带着它，就算是洗澡也不能摘下来。我好奇地拿着护身符，倒也没觉得有什么奇怪，可谁知这男人一直没走，就这么直勾勾地盯着我，直到我把这护身符戴在脖子上，男人才满意地走了。回到家里，我也没把这事儿告诉爷爷，这毕竟就一个小事儿。只是临睡的时候，爷爷看到我脖子上的护身符，大惊失色地看着我。你这护身符是从哪儿来的？听我说完之后，爷爷突然哀嚎一声，瘫坐在地上。报应啊，这都是报应。他一边哭嚎着，一边扯下我脖子上的护身符，然后匆匆忙忙地走了。过了半个小时，爷爷回来了，浑身上下都是泥，脸色充满着沮丧。怎么了？我忍不住问道，爷爷却捂着脸哭了起来。这都是报应啊！我就急忙劝慰爷爷，爷爷的哭声突然停止，他严肃地看着我。我告诉你啊，
以后要是再碰上那个男的，千万要跑，他想害你。为什么？他为什么害我？恐怕呀，是你爹害了他了。他找不着你爹，这才找你的麻烦。那护身符是个邪物啊，你如果一直带着，早晚会身患恶疾。我目瞪口呆呀，不敢相信会是这样。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护身符恐怕是你爹给他的。爷爷叹了一口气，我不明所以，他却摇摇头，告诉我一个石破天惊的事实。原来啊，他曾经看过鲁班书，这鲁班书的后半部跟前半部是截然不同。相比前半部各种巧夺天工的佳句，后半部简直就不像是鲁班写的。因为这后半部有很多的法术和咒语，不仅如此，还有很多的巫蛊之术。可以说，这整个后半部分都是一些诡异无比却极为可怕的咒语。虽然也有一些医药之术，可是大部分都是害人的。这就是为什么祖祖辈辈相传的鲁班书却没有多少人敢翻阅的原因。这不是因为它有邪恶诅咒，而是因为鲁班书后半部那根本就是一本害人的邪书。爷爷仰天长叹呢，这里边的东西它不光害人，而且好多都是不计后果的邪术。你知道你太爷爷是怎么死的吗？不是说寿终正寝吗？寿终正寝个屁呀！爷爷突然骂了一句。我惊讶地看着他，不明白为什么爷爷会有这样的反应，但是他接下来的话却让我目瞪口呆。你太爷爷啊，害死了别人一家子，被人报仇杀死的。我目瞪口呆，这才听我爷爷讲了起来。你太爷爷呀，有一家仇人，这家是邻村的，跟他关系很差，当时是闹得不可开交啊，可却也没到生死仇敌的地步。谁知道你太爷爷学了鲁班书之后，竟然先害死了他们一家人。他给这家每人一个护身符，这家人戴上之后，没过多久就一个个突然暴毙。后来那家人有个在外地的弟弟就知道了这事儿，来到我家就想报仇，你太爷爷就跪在地上恳求他，这才放过我们。而你太爷爷呢，却是被他杀死了。我这目瞪口呆，惊讶地问道：我奶奶不是说太爷爷浑身上下没有任何伤口吗？哪有那回事儿啊，当时啊他被捅了好多刀呢，鲜血都流了一地呀。只是这事儿也没声张，草草的就把你太爷爷给埋了，对外就说是寿终正寝。我心有余悸的点点头。爷爷继续说道：那本鲁班书啊，记载的邪门法术那实在是太多了，那里边有玉齿邪法、放蛇毒、筋骨毒、木痛金枪术，还有什么放黄蜂毒、大蟒蛇、蜘蛛精法、天白蚁、黄泉路、蜈蚣王、启灵法，好多的法术呢。有些邪门的法术啊，简直就是把人往死里整。比如那滑油令，一旦人中招了，就仿佛脚底抹油一样，会走路不稳，整天的摔跤，这辈子都不会好。
还有些法术啊，可以让人家破人亡。你爹肯定就是用着这护身符害了那个男人，那男人又来找你报仇，这都是报应啊！我这听着呀，惊恐不已，想不到这鲁班叔竟然如此的邪门。你等着吧，你爹早晚会遭到大祸。说到这里，爷爷失声痛哭起来。从这以后，我每次都小心翼翼，不敢再接受陌生人的东西。不过从那之后，这个男人也没再出现过。爷爷说他恐怕是已经病死了。我就问他有没有办法能解咒啊？爷爷告诉我，这鲁班叔的邪术只能害人，不能救人。虽然爸爸每年都会寄很多钱回来，可是爷爷依然会干活。令人意外的是，爷爷在这之后却从来不赚钱，他赚来的钱都会送给乞丐，或者用来做做好事儿。奶奶就不理解，她总会说一句：“你这老婆子懂什么呀？我他妈这是给儿子赎罪呢。”我也不知道父亲究竟在外边干了什么，父亲对于我的询问也是支支吾吾，只是告诉我呀，他开了一个饭店，生意越做越大。我原本以为我再也见不着父亲了。2008年6月，父亲回来了。他回来的时候，整个村子都轰动了，因为父亲开着豪车，带着一个千娇百媚的年轻女人回来了。这个女人就比我大几岁，长得十分漂亮。再次见到父亲，我却感觉有点陌生。他变了，曾经皮肤粗糙、一脸沧桑的他，却红光满面，衣装革履，俨然就是一副成功人士的样子。升学酒席上，大家纷纷的跟他敬酒，他也是来者不拒，显得格外的得意。等结束了，回到家里，原本笑吟吟的爷爷脸色变得冰冷无比。跪下！父亲愣了一下，无奈的跪在地上。鲁班叔呢？爷爷就看着他，面容威严。哦，在这里。父亲从衣服里拿出一个小包，里边正是鲁班书，他竟然贴身的带着。爷爷抢过来看了一眼，直接扔在旁边的盆里。那盆里啊，早就有烧红的炭火，现在一点就着，直接把鲁班书化成灰烬。不是爹，你这是干啥呀？父亲大惊失色，目光不可思议的看着眼前的焦炭。你慌什么？这本书上的内容你早就记下了吧？爷爷平静地看着他，拳头却已经握在一起。这些年害了不少人了吧？不是，没有，我一个人也没害过呀，我就用上边的医术做买卖。父亲急忙说道。爷爷冷笑着摇摇头，叹了一口气，满脸的倦怠。他并没有去质问，只是说道：关于鲁班书的事儿啊，你可别跟我孙子说一句，否则我饶不了你。知道了，爹。父亲乖巧地说着。爷爷冷哼一声，这才放过他。第二天天还没亮，父亲就走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就看到爷爷坐在门槛上，一个劲儿的抽烟，哪怕是他不断的咳嗽，却依然在抽烟。爷爷，别再抽了，身体不好。我伸出手扶住他的肩膀，爷爷却用伤感的眼神看着我。这是你这辈子最后一次见到你爹了。我是大惊失色，急忙问道：我爹他怎么了？没怎么。爷爷摇摇头，什么都没说，只是坐在门槛一天都没跟我说话。这之后啊，我就考上大学，
爷爷依旧在工作，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人敢找爷爷了，毕竟他年纪这么大了，那万一有个闪失，谁也赔不起呀。可是爷爷却固执的在干活，哪怕是没人找他，他也会主动的送上门去。就算是不要钱，他也要干活。众人就很不理解他的想法，我却知道，爷爷是想为父亲赎罪。爷爷也是读过鲁班书的，他自然知道用鲁班书里的法术害人会是什么后果。他想死，却想让父亲活着。时代在变，木匠这个行业已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以前是活找人，现在是人找活，再到后面活也不好找，人也不好找了。这木匠们啊，大多数都老了，他们普遍年龄都在40-50岁了。曾经无比吃香的职业，如今已经渐渐被人遗忘，已经很少有人去学木匠了。有很多年轻人啊，宁愿去工厂上班，也不愿意去当木匠。不知道什么时候，木匠这职业已经到了后继无人的窘境。很多人的童年里，来家里打造家具的木匠已经消失在人们的视野当中。现在这木匠呀，已经很少打造家具了，都变成装修工人。那些蹲在城市角落里立着牌子，默默等待顾客上门的木匠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每次我从大学回来，都会听到亲戚的抱怨，说啊，我们这个木匠世家的手艺也已经到了濒临失传的地步。在我童年里啊，家里时常有些漂亮的雪花，那是爷爷用过的木屑，木屑伴随着刻刀不断的飞舞，木条逐渐拉长弯曲，这种感觉就是我童年最亮丽的色彩。可是如今呢，全都没有了。爷爷老了，是真的老了，他老眼昏花地坐在椅子上，甚至就连越过门槛都要费相当的力气。每当我回到家里，最常见到的景象就是爷爷坐在太师椅上，这太师椅发出吱吱的声音，就这样轻轻地摇晃着。饭桌上亲戚们就感慨起来，哎呦，你看现在大家用的那都是欧式的家具了，用不着我们打了，咱这老手艺啊算是失传喽。失传就失传吧，就是可惜我那块木头了。2012年7月5日，我大学毕业，回到村子里。在这里啊，老眼昏花的爷爷站了起来，他要打造自己最后一幅作品，自己的棺材。那材料早就准备好了，就在前不久，奶奶去世用上一副，现在该轮到自己的了。也不顾我的劝阻，爷爷拿起锯子，他从耳朵上拿起一支笔，用尺子画了线，然后一丝不苟地工作起来。我就站在他旁边，木愣愣地看着，只感觉有一股肃穆的情绪。锯木头，用刨子推平上面的粗糙，爷爷用2个食指顶在刨口两侧，坐在上边就这么推起来。当他2只手臂往前推动刨子的时候，这刨口钻出一个个成卷的木条，这些木条就仿佛羊肉卷一样，伴随着动作不断地卷着，却是我童年里最大的快乐。整整3天，爷爷给自己打造了一副棺材，之后他就瘫坐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我悲伤地看着他，他却笑了笑。我这手艺还是不减当年，只可惜呀，没人愿意学了。不是爷爷，我来学吧。不行，你是大学生啊，你得体面的工作。可是当木匠就是我觉得最体面的工作了。爷爷没有说话，
只是死死地抓着我的胳膊，眼眶里流出泪来。爷爷去世了，临死前他一直念叨着父亲，我就急忙给父亲打电话，父亲那边没有接。等我办完爷爷的葬礼，父亲回来了。他是被人抬回来的，虽然这才几年没见父亲，可是现在的父亲已经不成人样了。他只剩一条手臂，没有手掌，是被人硬生生的砍掉的。他骨瘦如柴，面如枯槁，浑身上下没有一点血色。他眼眶深陷，浑身抽搐，下巴尖尖的，牙齿也少了好几颗。那个千娇百媚的女人也早就消失不见了。抬他的人是他曾经资助过的大学生。夜晚，父亲让我把他带到鲁班像前，然后跪在蒲团上。他就开始跟我讲述自己这些年的故事。他说啊，在得到鲁班书之后，他的确曾经学好过。他刚开始啊，给一个大老板打工，大老板的儿子吃鱼就卡住了嗓子，眼看就没救了，于是他拿出调配好的化骨水喂了过去。虽说化骨水听起来可怕，却是用来融化卡在嗓子里的异物的药水。结果大老板的儿子得救了，他也获得大老板的感激。大老板对他也是很不错，经常带着他出入高档场所。可是接触到灯红酒绿之后，父亲就心理失衡，于是他利用鲁班书上的东西，一时间成为人人口中传颂的大师，就开始经常性的出入高端场所，可以说是春风得意。至于那个女人，也就是他包养的女大学生，她的事业可以说已经达到顶峰，可是在这之后，她的事业却急剧下滑。因为鲁班书毕竟不是真正的医术，记载的东西也治不了病，其中大部分就是一些匪夷所思只会害人的东西。就在这时啊，有一个老板找到他，出钱让他去害人，只要成功了，就能得到一笔巨额的财富。就这样，父亲堕落了，他害了很多的人，过上穷奢极欲的生活。可这一切都是有代价的。接下来的话，父亲没有说，我也能猜得出来。跟太爷爷一样，没有人害人还能逃脱的。父亲也是一样，哪怕他手段很是高明，可是到头来却依然被人弄成这个样子。鲁班书呢？你还记得他吗？我急忙问道。你想要干什么？父亲此时警惕地看着我。我只是希望他别再继续害人了。放心好了，不会再害人了。父亲摇摇头，满脸苦涩。我无话可说，轻轻地抱住父亲。这次回来，你就别走了。哦。他就跟所有看过鲁班书的人一样，同样也没落得好下场。他的身体每况愈下，我把他接到城里，在这之后经常有人来寻仇，可是看到他这个样子，他们就失去了兴趣。2018年5月，父亲去世。死去的时候，父亲眼眶深陷，瘦得仿佛一只骷髅。临死的时候，他就抓着我的手，轻轻地告诉我，说他后悔了。可是这时候后悔也晚了。2019年年假，我又回到阔别已久的村子。上完坟之后，我急匆匆地往家里赶。这夜晚的风很冷，我蜷缩着身体，冻得瑟瑟发抖。刚走进院子，我就看到门口的太师椅，它正在轻轻地摇晃着，就仿佛有人坐在上面一样。我忍不住问道：“爷爷，是你回来了吗？”没有任何人回答，只是太师椅在摇晃着。我失落地摇摇头，推开门帘，
走了进去。因为一时不察，我跌了一跤，但出乎意料，一点儿都不疼。我趴在地上，突然感觉浑身暖洋洋的，外面的寒冷仿佛跟我没有关系。我转过头看向高高的门槛，一时间愣住了。我就想起了小时候被门槛绊倒后爷爷说的话：爷爷，为啥咱家门槛这么高啊？傻小子，这门槛儿一边是外面，一边是家，你说说，能不高吗？爷爷，为啥我在外面感觉有人追我，我心里好害怕呀？可是等我回来之后，我就不怕了。傻小子，因为你到家了。